欢迎来到关键看点。节目开始之前，麻烦大家点击订阅和小铃铛按钮，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节目了。谢谢大家。本期看点：台积电美国工厂招工难，继续无限期推迟建设。台积电和 ASML 大幅给员工加薪，网友羡慕要去台积电上班。苹果 M2 终于来了，采用台积电4纳米工艺，型号大曝光。芯片荒持续，全球知名最大汽车制造商大幅减产。下面来看详细内容。3月11日，外媒 Evertec 报道称，台积电在美国的工厂正在遭遇一些难题。由于缺乏合格且有经验的工人，同时持续性的疫情也给工人招聘制造了很多困难，工厂正在努力应对工期延误等问题。日经新闻报道称，该工厂的建设项目比原计划要晚半年左右。此前有媒体报道，台积电应美国的要求，答应前往美国建造半导体工厂，该工厂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据说，美国对此投资超过120亿美元，2021年就开始动工，预计2024年投产，直接量产5纳米芯片，希望借此来推动美国本土半导体行业发展。现在，该工厂还没建好，就遇到工人不足等问题，美国计划在2024年投产的愿望，看来要泡汤了。本来半导体行业人才就比较稀缺，想要招到有经验的就比较难。而美国现在仍处于严重的疫情中，台积电不仅需要顶着疫情进行工作招聘，还必须确保这些工人不会被染疫，工人进厂后还需要做好各方面的隔离防护等，真的是困难重重。从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美国众多科技企业就暂停人才招聘。美国调研公司 Candor 对数百家公司进行调研，其中267家企业暂停招聘，占比高达 58%， 另外36家企业直接取消招聘，44家甚至开始裁员。即便没有停止招聘或裁员的公司，也或多或少出现停工、降薪等情况。而苹果、谷歌、微软等科技巨头虽然没出现裁员问题，但人才流失却挺严重，疫情导致很多人离职。美国 CNBC 报道称，几大科技巨头正遭遇人才空缺问题。职业网站显示，谷歌有172个岗位缺人，亚马逊有162个， Facebook 有266个。苹果造车项目至今还没有太大的进展，跟招不到人才也有一定的关系。其他行业疯狂裁员，科技半导体行业则严重缺人，而美国当前的疫情状况，想要招聘人才也确实很困难。之前就有传言称，美国工人无法忍受3班倒工作制以及加班，导致台积电美国工厂的效率特别低，而芯片制造厂基本都是24小时不间断运转的。按照这样的状况，台积电美国工厂能否熬到投产那一天都不好说。伴随着招工难，半导体人才短缺成常态，短期内无法快速解决。为了能够招到更多人才，各大厂商只能上调薪水来留住人才。比如台积电和 ASML 就传出开出较往年更高、更诱人的调薪幅度。台积电每年4月会例行性调薪，传出今年将大举加薪 8%， 调幅高于往年的 3% 至 5% 水准。不过台积电回应，目前还没有公开的调薪幅度数字。科技业人力市场竞争激烈，半导体厂近年纷纷进行结构性调薪或扩大调薪幅度。如 EUV 光刻机设备厂艾斯摩尔 ASML 去年7月展开一波调薪，今年初再次调薪，估计自去年7月起，半年内调薪幅度高达 15% 至 19%。台积电2021年将固定薪酬大举调高 20%， 今天又传出台积电今年4月将再调薪 8%， 调幅高于往年的 3% 至 5% 水准。台积电日前宣布，因应业务成长与技术开发需求，2022年预计招募超过8000名新员工，在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及高雄皆有人才需求。台积电承诺会提供具竞争力薪资福利，硕士毕业新进工程师的平均整体薪酬年薪新台币200万元。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苹果 M2 的最新动态。3月9日，苹果发布了搭载 M1 Ultra 芯片的 Mac Studio， 这是苹果 M 系列最强处理器。和竞品对比，苹果表示 M1 Ultra 比16核的桌面 CPU 更强，功耗低100瓦，而60瓦功耗下比 i9-12900K 领先 90%。而 GPU 对比 RTX 3060 Ti
功耗只有1/3，低200瓦，但性能却更强。在 M1 Ultra 之后，苹果正在紧锣密鼓准备 M2 系列芯片。之前，业内人士、手机晶片达人表示 ，M1 Ultra 效能远超 Intel， 下半年要发布的 M2 芯片效能毫无悬念地超越 Intel， 这不免让人对苹果 M2 多了一份期待。据报道，苹果正在开发2款 Mac mini 设备，一款搭载苹果 M2 芯片，一款搭载苹果 M2 Pro 芯片，将使用台积电4纳米工艺。经过重新设计的 Mac mini 代号为 G473， 搭载苹果 M2 芯片。这颗芯片采用8核心设计，由4颗高性能核心和4颗小核心组成，其中高性能核心代号为 Avalanche， 小核心代号为 Blizzard， 集成了10核 GPU。另一款 Mac mini 代号为 G474， 搭载 M2 Pro 芯片，这颗芯片由8颗高性能核心和4颗小核心组成，性能更为强悍。至于传闻中的 M2 Max 和 M2 Ultra 芯片，苹果目前没有计划。此外 ，M2 版 Mac mini 开发工作已经接近尾声，预计在今年晚些时候登场，可能会在6月份的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上亮相。随着全球芯片短缺持续，近日，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发言人桥本史之表示，由于芯片短缺，丰田的供应商已经被迫处理一些生产计划的改变，而减少产量应该能减轻他们的一些负担。据悉，4月份丰田预计将日本国内的汽车产量削减约 20%，5 月份削减 10%， 6月份削减 5%。丰田总裁丰田章男告诉工会成员，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生产计划，供应商有可能变得筋疲力尽，4月至6月将是一个有益的冷却期。丰田希望通过提前3个月重新审查生产计划风险，确保供应商将能够稳定地准备设备和人员，并优先确保安全和质量。只要能确保芯片的稳定供应，丰田计划在2022财年生产1100万辆汽车。一家供应商遭到网络攻击后，丰田在3月1日关闭所有日本国内工厂，这一举措使当天约13000辆汽车无法生产。此前，丰田曾多次因供应链问题而停产。2021年下半年以来，丰田汽车多次因芯片短缺而宣布减产或停产。2021年10月，丰田停产了日本的14家工厂，共27条生产线。2022年1月，丰田汽车宣布将于今年2月暂停日本国内8家工厂的11条生产线。持续2年之久的缺芯阴云仍笼罩着汽车行业，世界上所有的汽车制造商都受到了供应商生产延迟的严重打击，因为各地区在疫情期间实行封锁限制。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1月，欧盟乘用车注册量继续下降，同比下跌 6%， 达到682596辆，创下欧盟汽车销量新低。法国汽车制造商雷诺此前表示，受2021年芯片短缺影响，公司汽车产能损失高达50万辆。公司预计这一问题将在2022年上半年达到顶峰，然后随着产能的增加而缓慢改善。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 Rivian 周四表示，供应链问题可能使其今年的计划产量减少一半，至25000辆。本田汽车有限公司表示，到本月底，它将把国内2家工厂的产量减少约 10%。别忘了点赞订阅，如果你有独到的见解，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谢谢大家。